嗨，大家好，歡迎回來。上一次影片介紹到雙180的 Heaven BF360 之後，很快台北電腦展就推出了這一個雙220的 Half 2500。那這個機殼也很快的在產地直接開賣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掏過來送來台灣開箱。那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機殼吧。打開後看到配件紙盒與兩旁的白色泡棉之外，我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紙箱足足有3層厚，這個機殼也很重，我整台裝好超過20公斤。打開之後跟 BF360 比起來，雖然是個體積將近80公升的箱子，但因為外觀眾多斜角，看起來也沒有說大很多，整體的視覺是差不多的。這個機殼的賣點也非常簡單好理解，就是巨大無比的220進氣扇與180的排氣扇，別人 BF 當進氣，你 Half 當排氣，基本上就宣告了這兩款產品在規格本質上就不是同一個級別的東西。當然你說代價一定是有的，這個機殼寬度超過26公分，但背部別說是支持背插主機板了，官方的理線空間是15到40 mm， 其中最擠的地方大概就是 CPU 8 pin 的走線，說明書還有特別標注你要怎麼理線，繞上去之後可以透過這個凹槽來進行固定，可以說是把大部分的空間都留給了這個大風扇。而傳統上最擠的24 pin 那邊也省去了熟悉的矽膠穿線，直接變成2片金屬護夾，把所有的線夾在這個看起來像盒子的空間裡頭，實現了眼不見為淨的整理方式。這2片金屬中，正面的擋板面積相當的大，還開了進氣孔，讓記憶體可以散熱。下方則是顯卡固定支架，可以看到中間並沒有封死，所以你顯示卡排氣也不會有所遮擋。這邊使用5090公版或是5090 Gaming 都可以夾得非常的緊實，螺絲起子也可以穿過前面板鎖緊支架，防刮的矽膠也可以在溝槽內滑動。由於這個機殼相當的寬，所以顯卡16 pin 你也不用擔心過分的彎折。上面還有一個特點是頂部的水冷滑軌系統。所有的固定點都可以任意的滑動，出廠的時候會用膠帶貼起來。雖然中間的強度感覺不是很堅固，不過水冷排上去後強度足夠，同時你也根本滑不動，固定的還是很牢固的。整體的水冷排寬度還有很多的空間，官方上可以支援360×180×58這類的水排風扇組合。背部的 ARGB Fan Hub 可以同時安裝6顆風扇。那頂部講完後，我們就可以開始切入到底部的部分。首先入目眼簾的就是這個膠帶與導風罩，整體的外觀相當的碩大，為磁鐵固定，可以看到下面有預留空間給硬碟散熱。這並非全部把氣流導向顯卡，導入的硬碟氣流會順着 PSU 頂部的 Mesh 流回機殼。硬碟支架本身是可以像積木一樣拼接的，可以運用這個相對寬的機殼底部，任意的旋轉90度，這樣你使用長一點的電源也不會有所影響。可以看到電源倉從另外一側打開後，這個設計可以方便你理線與安裝硬碟。腳墊的設計比較小，所以在整體的摩擦力不會像 BF360 這麼強，不好移動。另外有一個細節要注意一下，就是我這個人裝電腦有個習慣，就是會先把所有的面板都拆下來組裝。這個機殼如果你把前面板拆掉的話，下方這些塑膠件都會有尖角，當然這跟外觀設計有關係。總之在組的時候自己要小心一點。接下來是這個機殼最大的賣點，巨型風扇與防塵設計的部分。如這些圖片所見，220×40與180×40的規格就是大還是大，使用 LCP 材質在旋轉風扇的時候非常的沉重，可以感受到這個機殼有相當多的成本都在這裡。而這個結構上呢，可以說是為了這個風扇量身打造，沒有多餘的金屬材料會擋住這些氣流。前面板與頂部面板都是塑膠材質，為了散熱極大化，強度當然沒有像 BF360 這種金屬面板來的堅固。雖然兩者都是磁鐵吸附，但磁力有很大的差別。
因此說明書上有特別注明，在打開前面板的時候，要從頂部拉開，而不是從中間捏着柵欄拉起來。尤其是中間 logo 附近的塑膠件其實蠻軟的，建議還是雙手拆開面板會比較好。在濾網設計這點 ，HUF TUBE 500我覺得就做得比 BF360 好很多。這種大型風扇的灰塵吸入量來得非常的多，我 BF360 用了2週，灰塵大概就長這樣了。HUF 的前濾網是做分開的設計，這樣子前面板拆開來清洗就會方便很多。你甚至把濾網單獨拿去浴室敲一敲，把灰塵震掉都可以。但如果是頂部面板或是 BF360 這種粘合式的一體式設計，這樣你在清洗方法的限制就會比較多。同時，相比 BF360，HUF 這台有刻意在保持機殼風扇與結構濾網的距離，盡可能做到風切聲的抑制。面板的 X 型交叉與 logo 這種有擋風疑慮的東西，都設計在風扇的中心或是邊緣，盡可能降低對於風流的抑制。即使你沒有在後面多塞2顆9公分風扇，光靠那1顆180與2顆220，基本上存在感就相當的驚人。最後我用上了跟 BF360 相同的配置，相同的溫度表現下，噪音來到相當誇張的36分貝。要知道，我房間大概也就32分貝上下，基本上就是聽不到聲音。就算貼着前面板，也是45分貝上下。而且大風扇相對來說聲音是比較低沉一點。至於全速運轉，大概就46分貝。對於我這種 9800X3D 加5090的配置，溫度來說 ，GPU 大概會降個3度，顯卡降個1度。前後風扇限制轉速與全速運轉的噪音大概會提升10分貝左右。但這噪音大概也就跟我之前玩 ITS 差不多。HUF TUBE 500在細節上做得非常的仔細，從螺絲墊片、電源倉蓋板、顯卡支架、拆卸濾網，還有鋁明板，這點都做得比 BF360 來得多。但有些地方真要拍起來，也是有些軟軟的。不過，作於一個放在桌面下使用的靜音機器來說，缺點顯露的不是很明顯。加上1100塊人民幣換算台幣美金，都屬於買風扇送機殼的範疇。如果今天貓頭鷹做了這種規格的3把扇子，我看價格也不會便宜到哪裡去。所以面板用塑膠這一點，我是覺得還好，只要桌面下放得下這款26公分寬的靜音性能機器，那這款就是很適合拿來使用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，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。那下次應該會裝一個功能給大家看，那我們就下次見嘍，拜拜。